如果6600萬年前那顆直徑12公里的小行星在最後一刻偏轉了哪怕一點點，沒有砸進今天墨西哥的尤加敦半島，而是擦着大氣層的邊緣飛向了深空，那麼此刻坐在熒幕前的還會是我們人類嗎？如果恐龍從來沒有滅絕，他們繼續統治這顆藍色的星球，那麼我們的祖先，那些躲在黑暗裡瑟瑟發抖的小老鼠，要再等多久才有資格走上演化的舞台？是再等1000萬年，再等1億年，還是說永遠永遠都等不到那一天？這不是一個浪漫的腦洞，因為科學家越是深入挖掘，越是發現一個令人脊背發涼的真相。我們之所以能夠誕生，能夠在這裡思考宇宙，思考自己從哪裡來，可能根本不是因為我們的祖先有多優秀、多努力、多麼適者生存，而僅僅是因為6600萬年前的某一個下午，有一塊來自太空的石頭恰好砸中了地球。如果把整個生命的歷史想象成一場已經運行了幾十億年的超大型遊戲，那麼那一塊石頭就像是有人忽然伸出手按下了重置键，屬於恐龍的舊存檔被瞬間刪除，一個稱霸了 1.6 億年的龐大帝國轟然崩塌，而一個全新的存檔被讀取，屬於哺乳動物，屬於我們這條時間線才終於有機會開始。可真正讓科學家睡不着覺的問題是，如果有人把這個存檔重新讀回到撞擊發生之前再玩一遍，結局還會和今天一模一樣嗎？我們還會出現嗎？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得先回到那一天，那是地球46億年歷史上最黑暗也最關鍵的一天，那是白堊紀的最後一個午後。當時的地球是恐龍的天下，霸王龍在森林邊緣巡視它的領地，三角龍成群結隊地啃食着低矮的蕨類，天空中翼龙張開10幾公尺寬的翅膀盤旋，淺海裡蒼龍像潛艇一樣游弋。那是一個生機勃勃的世界。在當時的北半球，從北美洲到亞洲，大型的暴龙科恐龍是頂級的掠食者，而鸭嘴龙科、角龙類、甲龍科這些形態各異的草食恐龍組成了龐大的獸群。在南半球那塊正在不斷分裂的冈瓦納大陸上，則是阿贝利龙科和體型巨大的泰坦巨龍類的天下。天空中是翼龙的領地，海洋裡蒼龍稱王。開花植物已經遍布大地，第一批禾本科的草也開始悄悄地冒出頭來。這是一個演化了上億年、精雕細琢、無比成熟的生態系統。沒有任何一個物種會預料到，這一切的繁華將在一天之內化為烏有。這個世界已經這樣運轉了上億年，穩定、繁榮，看不出任何末日的徵兆。然而就在這一刻，一顆直徑12公里的小行星正以每秒約20公里的速度從天而降。它撞上地球的瞬間，釋放出的能量相當於100億顆二戰時期投在廣島的原子彈同時爆炸。德州大學的地球物理學團隊曾經發表過一篇研究，標題就叫做《新生代的第一天》。他們鑽進那個隕石坑的最深處，採集岩芯1公分1公分地還原了撞擊當天到底發生了什麼。結果讓所有人倒吸一口涼氣。撞擊在墨西哥灣的淺海砸出了一個直徑將近180公里、深達20公里的大坑，這是地球上能找到的數一數二巨大的撞擊地形。撞擊的那一刻，地表的岩石被瞬間氣化，海水被狠狠地向外推開。短短2.5分鐘之後，被擠壓噴飛的物質被拋到了4.5公里的高空。緊接着，距離撞擊點200多公里的地方，一道高達1.5公里的海嘯向四面八方席捲而去。記住這個數字 1.5 公里，那幾乎是3座台北101疊在一起的高度。1個小時後，這道滔天巨浪離開墨西哥，撲向北大西洋。4個小時後，海嘯穿過中美洲，湧進太平洋。1天之後，它橫掃了太平洋和大西洋的大部分海域，又從兩側夾擊印度洋。撞擊發生48小時之內，這場海嘯已經拍打上了全球幾乎所有的海岸線。研究這場巨浪的科學家說，它的強度足以攪動並侵蝕全球1半海洋盆地底部的沉積物。換句話說，整個地球的海床都被這一下離了一遍。而海嘯還只是這場浩劫的開場。
撞擊產生的衝擊波沿着地殼向四面八方傳遞，在全球各地引發了規模空前的地震與火山爆發。更詭異的是，這股衝擊波穿透整個地球之後，會在地球另一端的對指點重新匯聚，而那個對指點附近恰好就是當時印度大陸所在的位置。科學家推測，這股匯聚的能量很可能進一步刺激了印度德干高原本就活躍的火山，讓那裡的岩漿噴發量一度衝到了頂峰。也就是說，地球的這一邊被砸出了一個大坑，另一邊的火山也跟着被震得瘋狂噴發，海陸空幾乎在同一时間全部淪陷。研究這場災難的科學家說過一句讓人印象極其深刻的話，在通常情況下，地球上自然堆積出1公分厚的岩石，往往需要上千年的時間。可是在那個陨石坑裡，他們找到了一段厚達130公尺的岩石，而这130公尺幾乎全部都是在撞擊發生的那一天之內堆積出來的。一天相當於平時的1300萬年。那一天的地球到底經歷了怎樣的天翻地覆，已經不需要更多的言語去形容了。可是真正致命的還不是這道海嘯，撞擊點的地下恰好是一層富含石油和硫磺的硬石膏沉積岩，在那一下的撞擊力之下，大量的硫磺和石油被噴射進入大氣層，釋放出的熱量又進一步加劇了爆炸的威力。那些被拋向太空又落回地面的灼熱碎屑來不及冷卻，就像無數顆流星一樣重新墜入大氣，在全球各地點燃了一場又一場山火。那一天的傍晚，如果你站在地球的任何一個角落抬頭，看到的都是燃燒的天空。說到這裡，有一個細節最能讓人體會到命運的無常，那顆小行星撞上的地方恰好是一片富含硫磺和石膏的淺海。正是這種特殊的地質，才讓撞擊釋放出足以遮天蔽日的大量硫化物，造成了那場毀滅性的核冬天。可科學家計算後發現，這顆小行星撞上這種致命地層的幾率其實低得驚人。地球的表面絕大部分都是深邃的海洋，如果它早幾分鐘或者晚幾分鐘到達，地球只要在自轉中稍稍轉過那麼一點點，這顆石頭就會一頭栽進深不見底的大洋。那樣的話，海水會吸收掉大部分的衝擊，揚起的將主要是水汽，而不是致命的硫磺。那場核冬天也就無從談起，恐龍很可能就不會滅絕。換句話說，恐龍的命運乃至我們的命運，可能就懸在那短短的幾分鐘裡，懸在地球自轉的那一點點角度上，差一點點，整個地球的歷史就會被徹底改寫。然後黑暗降臨了，硫酸和油煙形成的氣溶膠沿着平流層在全球擴散，織成一張厚重的黑幕，把太陽徹底遮蔽。陽光無法穿透，植物無法進行光合作用，整個地球陷入了一場長達數年甚至數十年的核冬天。氣溫驟降，食物鏈從最底層開始崩潰，先是植物大量死亡，接着是吃植物的草食動物餓死，再接着是吃草食動物的肉食动物餓死。當這張黑幕終於緩緩揭開的時候，地球上超過3/4的物種已經永遠的消失了，所有不會飛的恐龍全部滅絕。它們稱霸了 1.6 億年的時代，就在這短短的一段時間裡畫上了句號。這就是著名的白堊紀古近紀滅絕事件，地球生命史上第5次生物大滅絕。其實，關於恐龍到底是怎麼滅絕的，科學界曾經爭論了很多年。除了小行星撞擊這個說法，還有一派科學家認為，真正的元兇是當時印度德干高原那場持續了很久的大規模火山噴發，是火山釋放的二氧化碳和硫慢慢毒死了恐龍。這場爭論曠日持久，不過最近這些年越來越多的證據顯示，火山噴發雖然也對地球生命造成了影響，但那些噴發大多發生在小行星撞擊的數千年甚至數萬年之前，在恐龍滅絕這件事上可能只扮演了很次要的角色。給恐龍致命一擊的還是那顆從天而降的小行星，以及它引發的那一連串野火、地震、海嘯和漫長的核冬天。那麼在這場幾乎毀滅一切的浩劫裡，到底是誰活了下來？答案其實藏着演化最深的玄機。所有體型龐大的不會飛的恐龍全軍覆沒，但是
恐龍家族並沒有徹底斷絕，有一隻小小的、長着羽毛的、會飛的恐龍，僥幸地撐了過來。沒錯，就是鳥類。今天你在窗外看到的每一隻麻雀，每一隻鴿子，本質上都是那場大滅絕中幸存下來的恐龍的後代。除了鳥類，還有一些動物也活了下來，比如鱷魚、蜥蜴、蛇、烏龜以及喙頭蜥的祖先。你發現這些幸存者的共同點了嗎？它們大多體型不大，需要的食物不多，有的能躲進水裡，有的能鑽進地洞，有的能長時間不吃不喝。在那場拼的不是誰更強，而是誰更能熬的生存遊戲裡，恰恰是這些不起眼的小家伙笑到了最後，而那些曾經不可一世的巨獸反而成了第一批倒下的。這個殘酷的規律，我們接下來還會一次又一次地看到。好，現在請你停下來，認真想一想一個問題：恐龍從2.4億年前的三叠紀晚期就已經出現，一直統治地球到6600萬年前，前後後將近1.6億年。1.6億年是什麼概念？而我們智人這個物種，從祖先開始直立行走算起，不過幾百萬年；從真正成為現代人算起，更是只有區10-20萬年。問題來了，恐龍擁有比我們多出幾十倍、上百倍的時間，它們種類繁多，已經被確認的就有500多個，數上千個物種。可是在這漫長到難以想象的1.6億年裡，為什麼沒有任何一種恐龍演化出像我們這樣的高等智慧？它們沒有發明文字，沒有建造城市，沒有仰望星空計算行星的軌道，為什麼？這個問題正是理解整個故事的鑰匙。科學家給出的答案藏着我們人類自己誕生的秘密。第一個原因藏在恐龍整體的演化方向裡。恐龍的演化趨勢是大型化，無論是吃草的還是吃肉的，把身體變大，在當時都是穩賺不賠的買賣。對草食恐龍來說，體型越大，搶奪食物和抵禦天敵的能力就越強，活下來的幾率就越高，留下的後代也就越多。而草食恐龍的大型化又逼着肉食恐龍跟着一起变大，因为只有更强壮的獵手才能制服越來越大的獵物。於是到了白堊紀末期，地球上出現了霸王龍，南方巨獸龍這樣的頂級殺手也出現了三角龍、甲龍這種裝甲坦克一般的草食巨獸。當時的環境也在推波助瀾，侏羅紀和白堊紀整體濕熱穩定，這種安逸的環境給了恐龍充足的時間去把體型一點一點堆大。科學家推測，恐龍是白天活動的霸主，在烈日下，巨大的身軀反而能讓體溫不至於升得太快。而且當時的植物木質化嚴重，難以消化，身體大就意味着消化道長，食物在體內待的時間久，腸道裡的細菌才能充分發酵，幫他們把粗硬的葉子榨出營養。可是生命的歷史一次又一次地告訴我們，大型化往往是一條華麗的不歸路，把所有的演化籌碼都壓在身體的尺寸上，壓在肌肉和骨骼上，那麼留給大腦的就所剩無幾了。一顆聰明的大腦是這個宇宙中最昂貴的器官之一，它消耗的能量極其驚人。對於一頭每天忙着把自己變得更大、更強、更能打的恐龍來說，與其把寶貴的能量投資在一個看不見摸不着的大腦上，不如多嘗2噸肉來的實在。於是 1.6 億年過去了，恐龍變得越來越大，越來越強，卻始終沒有變得越來越聰明。這裡其實藏着一個很反直覺的道理，我們總覺得聰明是一件天大的好事，演化怎麼可能不朝着聰明的方向走呢？可是站在大自然的角度，聰明的代價實在是太高了。一顆像我們這樣的大腦，重量只佔身體的 2% 左右，消耗的能量卻佔到了全身的1/5。它就像一個無比耗電的精密儀器，需要源源不斷的能量去供養。對於絕大多數動物來說，與其養一顆昂貴的大腦去思考人生，不如把這些能量花在長得更快、跑得更猛、生得更多上面，這才是穩賺不賠的生存策略。所以在整個生命的歷史上，演化出高等智慧從來都不是主流，而是一條極其罕見，甚至有點得不償失的偏門小路。恐龍沒有走上這條路，不是因為他們笨，而是因為對他們而言，根本就沒有這個必要。把身體變大，
已經足夠讓他們穩穩地稱霸地球了。還有一個更深層的原因，聰明這件事其實是被環境逼出來的。一個物種，只有當它面臨的環境變化莫測，今天有食物，明天就沒有，這裡安全，那裡危險，需要不停地隨機應變，動腦筋去解決一個又一個全新的難題時，那顆會思考的大腦才真正有了用武之地。可恐龍生活的那1億多年，恰恰是地球歷史上難得的安逸時光，氣候溫暖穩定，食物充足，環境一成不變。在這樣的太平盛世裡，恐龍根本不需要動什麼腦筋，只要按部就班的吃飯、長大、繁殖，就能活得很滋潤。是安逸消磨掉了恐龙走向智慧的可能，而我们的祖先恰恰相反，他們被逼到了絕境，活在朝不保夕的恐懼裡。正是這種無盡的壓力和動盪，才一點一點地把那顆思考的大腦硬生生逼了出來。當然，凡事總有例外，在恐龍的大家庭裡，確實有那麼一小撮另類，走上了開發智力的岔路。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商齒龍。商齒龍是一種小型的手稻龍類恐龍，體型不大，卻有着一雙大的出奇的眼睛。這雙眼睛稍微朝向前方，這意味着它擁有立體視覺，能夠精準地判斷距離。更關鍵的是，和身體相比，商齒龍的腦袋是所有恐龍裡數1數2大的。正因如此，它被公認為最聰明的恐龍之一。研究它的科學家發現，商齒龍可能習慣在夜間活動，靠着敏銳的視覺去捕食那些同樣昼伏夜出的小型哺乳動物，也就是去吃我們的祖先。而這個推測並不只是憑空想象。最近幾年，古生物學家在商齒龍的近親身上有了一個相當惡心卻又極其珍貴的發現。他們找到了這類恐龍的反刍化石，說白了，就是他們吐出来的東西變成了化石。在這些吐出物裡，科學家辨認出了大量被他們吞食的小型哺乳动物的殘骸，尤其是一種早期有袋類動物的骨頭。這個發現硬是把當年的猜想給坐實了一大半。它證明商齒龍這一類恐龍確實是一群在晨昏和夜間出沒、視覺敏銳、新陳代謝旺盛的聰明獵手，專門捕食那些小型的哺乳動物。一邊是越來越聰明，把哺乳動物當點心吃的恐龍，另一邊是被吃得瑟瑟發抖，卻在黑暗中悄悄演化的我們的祖先。這兩條線在白堊紀的夜色裡緊緊地纏繞在一起。它有可以抓握的前肢，有較大的腦部，有深度知覺，這些特徵組合在一起，竟然和雜食的靈長類有那麼幾分相似。所以一個大膽的念頭自然而然地浮現出來，如果那顆小行星沒有來，如果商齒龍這樣的恐龍能夠繼續演化下去，繼續變得更聰明，它們會不會最終走上一條和我們人類殊途同歸的道路？會不會在某一個平行的地球上，是長着鱗片的恐龍，而不是長着毛髮的我們建立起了文明？這個問題在40多年前被一位科學家認真地計算了出來，而他得到的答案至今仍然讓人毛骨悚然。時間回到1982年，加拿大自然博物館的脊椎動物化石馆長，一位名叫羅素的古生物學家，提出了一個轟動學界，至今仍被反覆討論的思想實驗。羅素本人正是當年發現第一具較完整商齒龍頭骨的人。他在研究中注意到一件事，在漫長的演化過程中，恐龍的腦化指數，也就是腦容量相对於身體大小的比值，是在穩步上升的。而商齒龍的這個比值雖然遠遠比不上人類，卻已經是其他普通恐龍的6倍。羅素於是做了一個推演，他假設如果商齒龍沒有滅絕，並且按照當時腦容量增長的趨勢繼續演化下去，那麼在幾千萬年之後，它的後代會變成什麼樣子？羅素一步一步地推算，他認為隨着大腦越來越大、越來越重，這種恐龍為了平衡沉重的頭部，最終不得不放棄水平的姿態，站立起來變成直立行走。為了能夠投擲物體，它的肩膀結構也會隨之改变。把這些推論全部拼合在一起，羅素描繪出了一種他稱之為恐龍人的生物。這個恐龍人有着一顆碩大的腦袋，一雙巨大的眼睛，每只手有3根手指，其中1根可以部分对握，就像我們的拇指一樣。
由於它是爬行動物的後代，所以沒有外露的生殖器官。羅素甚至找來雕塑家，把這個恐龍人做成了一尊真人大小的雕像。當這尊雕像被擺出來的時候，所有人都驚呆了，因為它看上去實在是太像人了。一個綠色皮膚、大眼睛、沒有頭髮的類人生物，站在那裡，仿佛在無聲地宣告，智慧或許有不止一種模樣。這尊雕像一經問世，立刻就在大眾文化裡掀起了巨大的波瀾。從那以後，恐龍人的形象反复出現在各種科幻小說、紀錄片、影視作品當中，成了人們在想象另一種智慧文明時最經典的一個模板。為什麼這個設想能如此深入人心？因為它精準地戳中了我們內心深處那個既着迷又恐懼的念頭。我們一方面渴望知道自己在這個宇宙裡究竟是不是唯一的智慧生命，另一方面又隱隱的害怕，如果當初的歷史稍微拐了個彎，坐在文明王座上的可能根本就不是我們。恐龍人就像一面鏡子，照出了我們作為智慧生命的那份深刻的孤獨與不安。其實這個念頭並不是羅素第一個想到的，早在1977年，著名的天文學家薩根就在他那本探討人類智慧起源的書裡提到過類似的設想。薩根想象，如果某一種長着大腦袋的恐龍沒有滅絕，那麼它的後代可能會發展出一套以8為基礎的數學系統。為什麼是8？因為按照推測，這種恐龍的前後肢加起來可能正好有8根能夠數數的指頭。你看，連我們覺得天經地義的10進制都可能只是因為我們恰好長了10根手指而已。在另一个平行的地球上，數學課本上的進位可能根本就不是10方。再往深處想一層，這件事其實非常震撼。我們今天習以為常的一切，從10進制的數學，到我們觀察世界的方式，再到我們大腦思考的邏輯，可能都不是宇宙的標準答案，而只是我們這個物種在這條特定的演化道路上碰巧形成的習慣。換一條道路，換一種生物，整個文明的底層邏輯可能都是另一副模樣。一個由恐龍人建立的文明，他們的科學，他們的藝術，他們對美的定義，對時間的感受，對死亡的理解，可能和我們有着天壤之別。他們甚至可能根本不會像我們這樣去執着地追問自己從哪裡來。我們總以為智慧只有一種，文明只有一條路，可恐龍人這個設想卻提醒我們，也許在這片宇宙裡，思考這件事本身就有着無數種我們想都想不到的可能。聽到這裡，你是不是已經開始想象一個由恐龍人統治的科技文明？他們開着飛船，建着城市，而我們的祖先那些小老鼠永遠只能在他們的腳邊鑽來鑽去。然而，先別急着興奮，因為這個美麗又驚悚的恐龍人假說，從誕生的第一天起，就遭到了大量科學家的猛烈批評，而這些批評恰恰揭示了一個更深刻也更謙卑的道理。後來的許多古生物學家指出，羅素的這個恐龍人犯了一個很典型的錯誤，叫做擬人化。說白了，就是太想當然的用人類自己的樣子去套在另一種生物身上。批評者認為，商齒龍這一類恐龍本質上和鳥類的親緣關係極近，如果它們真的活了下來，並且繼續演化，那麼它們最有可能變成的樣子，根本不是什麼直立行走的綠皮人，而是更像今天的某些大型鳥類，比如大型的鷹，或者像非洲的地棲鳥那樣，在地面上奔跑捕獵的聰明鳥類。換句話說，就算恐龍真的演化出了高智商，它也未必需要長成我們這副模樣。它完全可以是一個聰明的、長着羽毛的、用喙和爪子來操作工具的全新的智慧形態。這個批評為什麼重要？因為它逼着我們去面對一個一直以來被我們忽略的傲慢。我們總是下意識地認為演化是有方向的，是朝着我們人類這個終點前進的，仿佛從第一個細胞開始，整個生命的歷史就是為了最終造出我們而存在的。我們站在食物鏈的頂端，俯視萬物，理所當然地以為自己是演化的巔峰，是萬物之靈，是這顆星球必然要孕育出的傑作。可是真相可能恰恰相反。關於演化到底有沒有方向，智慧到底是不是必然會出現，科學界有過一場曠日持久的大爭論。爭論的一方以哈佛大學的古生物學家古爾德為代表，
古爾德提出了一個極其有名的比喻，叫做重播生命的錄影帶。他說，如果我們能夠把生命演化的這盘錄影帶倒回到幾億年前的某個起點，然後按下播放鍵，重新再放一遍，結局會怎樣？古尔德的答案是，結局幾乎肯定和現在完全不同，不仅可能根本沒有人類出現，甚至可能連類似哺乳動物這樣的生物都壓根不會存在。在古爾德看來，演化的歷史充滿了偶然，一次次的基因突變是偶然的，一次次的環境巨变是偶然的，一次次的大滅絕更是徹徹底底的偶然。哪一個物種能活下來，哪一個物種被淘汰，很多时候并不取決於誰更優秀，誰更先進，而僅僅取決於在那場災難降臨的時候，你恰好擁有的特徵是不是碰巧能讓你撐過去。這就是所謂的偶然性。在這個視角下，我們人類的存在不是必然，而是一連串幸運骰子的結果。把骰子重新掷一遍，我們就不會在這裡了。而爭論的另一方則認為事情沒有那麼隨機，他們搬出了一個概念，叫做趨同演化。什麼是趨同演化？就是說，兩種親緣關係非常遙遠的生物，因為長期生活在相似的環境裡，面對相似的生存难題，竟然会各自独立地演化出非常相似的特徵。最经典的例子就是飞行。昆虫、鳥類、翼龍、蝙蝠，這4類八竿子打不着的生物，居然都各自獨立地演化出了翅膀，學會了飛。因為在天空這個生態位裡，飛行就是最優解，自然會反復地把不同的生物推向同一個答案。支持這一派的人說，既然飛行這種複雜的能力都能反復出現，那麼智慧會不會也是演化的一個最優解？你看，章魚很聰明，烏鴉很聰明，海豚很聰明，黑猩猩很聰明，這些聰明的腦袋分布在演化樹上完全不同的枝條上，各自獨立地點亮了智慧的天賦。這是不是說明，只要時間足夠長，這顆星球遲早會在某個地方孕育出高等智慧，哪怕沒有人類，也會有別的什麼東西最終學會思考。這一派的證據其實相當有說服力。你看那章魚，它和我們在演化樹上的距離遠到難以想象。我們最後的共同祖先可能是某種連眼睛都還沒長出來的原始蠕蟲，可就是這樣一個軟體動物，卻演化出了驚人的智慧，會使用工具，會解開謎題，會偽裝，甚至被許多科學家認為擁有某種獨特的心智。再看烏鴉，這種鳥類能夠制造工具，能夠記住人臉，能夠進行好幾個步驟的推理，聰明程度堪比幼兒。章魚、烏鴉、海豚、大象、黑猩猩，這些聰明的腦袋分布在生命之樹上天南地北的枝條上，彼此之間幾乎毫無關係，卻不約而同地各自點亮了智慧的火花。這難道不正說明智慧是大自然反覆青睞的一個答案嗎？而支持偶然論的古爾德，後來又和另一位古生物學家一起提出了一個叫做間斷平衡的理論。他們發現，生命的演化並不是像達爾文最初設想的那樣勻速的、緩慢的、一點一點的改變。恰恰相反，物種在絕大多數的時間裡都處於長期的停滯狀態，幾乎一動不動。然後，每當一場重大的地質災難來臨，比如一場大滅絕，演化才會在相對極短的時間裡猛地爆發，迅速地產生出大量的新物種，之後再重新歸於平靜。如果這個理論是對的，那就意味着沒有那場災難，演化這台機器很可能就一直卡在恐龍的版本上，動都不動，是那塊石頭才真正按下了演化的快進鍵。這場爭論到今天也沒有一個定論，但是恐龍的故事恰恰給了我們一個絕無僅有的用來檢驗這兩種觀點的天然實驗。讓我們把目光從那些聰明的恐龍身上移開，投向角落裡那些不起眼的毛茸茸的小東西，也就是我們真正的祖先。哺乳動物其實一點都不年輕，我們祖先的歷史幾乎和恐龍一樣古老。早在 2.25 億年前的三叠紀晚期，當第一批恐龍開始登場的時候，我們的祖先那些由4哺乳爬行动物演化而來的早期哺乳动物也已經出現了。
也就是說，我們和恐龍其實是同一個時代起跑的選手。可是接下来的 1.6 億年，是哺乳動物無比卑微、無比憋屈的 1.6 億年。在那個恐龍橫行的世界裡，我們的祖先被死死地壓制着，所有適合大型動物生存的生態位全都被恐龍占得滿滿當当，一點缝隙都不留。一只想要長大的哺乳動物剛冒個頭，可能就被路過的恐龍一口吞掉了。在這種高壓之下，我們的祖先做出了一個影響深遠的選擇，他們選擇了在夜間活動。白天是恐龍的世界，他們就躲起来，等到夜幕降臨，恐龍大多休息了，他们才敢小心翼翼地鑽出來觅食、求偶、繁衍。科學家給這段歷史起了一個很形象的名字，叫做夜行瓶頸。意思是說，我們的祖先被恐龍逼着在夜行這個狹窄的瓶頸裡整整擠了 1.6 億年。這段經歷深深地刻進了我們的身體，直到今天，許多哺乳動物的眼睛依然更適應昏暗的光線，我们的視網膜結構，我們對顏色的感知都還殘留着那段漫長黑夜留下的痕跡。我們是從黑暗中走出來的物種。不過這裡也要說句公道話，最新的一些研究發現，事情可能沒那麼絕對。在那場大滅絕來臨之前，某些哺乳動物的祖先其實已經悄悄地開始發展出相對較大的腦容量和更複雜的牙齒結構，暗示着它們早就在黑暗中積蓄着演化的潛力。換句話說，我們的祖先並不是一群完全被動的失敗者，他們一直在默默地把自己打磨得越來越精良，只是在等待那个能夠讓他們一飛沖天的命運的開關。於是在整整 1.6 億年的時間裡，我們的祖先幾乎都是一些體長很少超過10幾公分，體重只有幾十克的迷你生物，長得活像今天的老鼠。它們渺小、膽怯，活在永恆的黑暗和恐懼之中。如果你在那個時候登入這場生命的遊戲，看到自己要扮演的是這樣一隻卑微的小老鼠，而隔壁是威風凜凜的霸王龍，你大概會立刻想要刪號重來吧。然而，就是這段看似屈辱的黑暗歲月，卻在不知不覺中為我們的祖先鍛造了3件足以改變世界的寶物。第一件寶物叫做恆溫。為了能在寒冷的夜晚保持活動，我們的祖先演化出了恆溫的能力，能夠自己給身體供暖，不再像爬行動物那樣，氣溫一低就只能僵在原地。恆溫意味着更高的基礎代謝率，而高代謝率恰恰能夠供養一個更大、更耗能的大腦。第二件寶物叫做敏銳的感官。長期在黑暗中生活，逼着他們把聽覺、嗅覺、觸覺全部磨練到了極致，神經系統因此變得越來越複雜，越來越發達。而發達的神經系統正是智慧得以萌芽的土壤。第三件寶物叫做小巧而靈活。正因為身體小、繁殖快，世代更替的速度遠遠超過那些笨重的恐龍，這意味着一旦環境發生巨變，哺乳動物能夠用快得多的速度去適應、去演化。你看出來了嗎？在恐龍眼裡，我們的祖先是一群上不了台面的失敗者，可是命運卻在這群失敗者的身上偷偷地安裝了3套頂級的隱藏裝備。只是這些裝備在恐龍稱霸的世界裡完全派不上用場，他們在等待一個時機，而那個時機就是6600萬年前那一塊從天而降的石頭。當核冬天降臨，當食物鏈崩潰，那些龐大的、笨拙的、繁殖緩慢的恐龍第一個遭了殃。它們需要大量的食物來維持龐大的身軀，可現在食物沒了，它們繁殖一代需要很多年，可現在根本來不及。於是統治了地球 1.6 億年的霸主轟然倒下。而我們那些渺小的祖先呢？他們本來就吃得少，隨便一點種子、一點昆蟲、一點腐肉就能填飽肚子。他們可以躲進地洞裡，躲過最猛烈的山火和嚴寒。他們繁殖快，就算死掉一大批，剩下的也能迅速地重新繁衍起來。那3件在黑暗中打磨了 1.6 億年的寶物，恆溫、敏銳的感官、小巧靈活，此刻全部派上了用場。災難反而成了我們祖先的舞台。當那張遮天蔽日的黑幕終於散去，幸存的哺乳動物們驚訝地發現整個世界空了，
所有曾經被恐龍霸佔的生態位，無論是天上的、地上的，還是水裡的，全都空空蕩蕩，等待着新的主人。於是，一場生命史上最壯觀的演化盛宴開始了。科學家把這個過程叫做適應性輻射。哺乳動物這群曾經被壓制了 1.6 億年的小老鼠，終於放開了手腳。在短短幾百萬年的時間裡，它們演化出了千奇百怪的形態和體型，瘋狂地去填補恐龍留下的每一個空缺。原本只會吃蟲子的小型哺乳類，有的變成了體型龐大的食肉猛獸，比如生活在3000多萬年前的一種叫猎肉獸的掠食者，肩高就接近 1.8 公尺，體長約3公尺。草原上奔跑着像馬一樣的爪獸，林間出沒着鹿的祖先。而在大約3000多萬到2000多萬年前的漸新世，甚至出现了一種叫巨蜥的庞然大物，體長超過8公尺，體重抵得上5頭大象，成為迄今為止地球上最大的陸生哺乳動物之一。後來又陸續出現了剑齒虎、大角鹿，這些曾經只敢在黑暗中瑟瑟發抖的物種的後代，如今成了新世界的霸主。新生代從此有了另一個名字——哺乳動物的時代。這場輻射演化的速度快得驚人。舉個例子，蝙蝠這種掌握了飛行能力的哺乳動物，目前已知最古老的蝙蝠化石距今大約5200萬年，也就是說，在那場大滅絕之後，僅僅又過了1400萬年，蝙蝠就已經演化出了和今天幾乎一模一樣的外形，具備了完整的飛行能力。要知道，演化出飛行是一件極其複雜的事情，可哺乳動物在恐龍消失之後，竟然以這樣的速度就做到了。還有一只哺乳動物做出了一個更瘋狂的選擇，它們重新回到了海洋，把四肢變成了鳍，最終演化成了鯨魚，成為地球有史以來最龐大的动物。天上飛的，地上跑的，海裡游的，這些曾經全部被恐龍佔據的疆域，在短短幾百萬年裡，被哺乳動物一塊一塊地重新奪了回來。這股被壓抑了 1.6 億年的演化能量一旦釋放，就再也無法阻擋。而在這場輻射演化的眾多分支裡，有一只爬上了樹，為了適應在樹枝間跳躍、攀爬、抓握，這一只演化出了能夠對握的手指，演化出了向前的具有立體視覺的雙眼，更重要的是，演化出了一顆越來越大的腦袋，用來處理在3維空間裡飛速移動所需要的海量的信息。這一只就是灵長類。而灵长類的某一個分支在幾百萬年前從樹上走下來，站直了身體，騰出了雙手，最終變成了我們。這條從樹梢通向我們的道路，每一步都寫滿了那段樹棲生活留下的印記。為了在縱橫交錯的樹枝間準確的跳躍，我們的祖先需要極佳的立體視覺，於是我們有了一雙向前的眼睛。為了牢牢抓住樹枝，我們有了能夠对握的拇指和指尖上敏感的指紋。為了在3維的立體空間裡判斷距離、規劃路線、記住哪一棵樹上的果子熟了，我們的大腦不得不變得越來越大，越來越複雜。可以說，是樹上的生活幫我們的祖先提前準備好了通向智慧的硬體。等到某一天，氣候變遷讓森林退化成草原，這一只被逼着從樹上走下來的猿類，就帶着這套在樹上磨練出來的本領，站直了身體，騰出了雙手，開始了一段全新的旅程。而這一切的起點，依然要追溯到那塊石頭。沒有它，就沒有大型哺乳動物，沒有靈長類，沒有那一棵可以攀爬的樹，自然也就沒有從樹上走下來的我們。所以你現在明白了嗎？我們之所以能夠出現，前提條件是恐龍必須先消失。我們頭頂上那片屬於大型陸生動物的天空，是恐龍用它們的滅絕為我們騰出來的。如果沒有那塊石頭，恐龍會繼續穩穩地占據着所有的生態位，我們的祖先就只能永遠地待在黑暗的角落裡，做一只卑微的小老鼠。1000萬年、1億年，無論等多久，只要恐龍還在，這個天花板就還在，我們就永遠沒有出頭之日。現在，我們終於可以回到最開始那個問題了。如果恐龍沒有滅絕，人類要等到什麼時候才能登場？把所有的線索拼在一起，
那個最誠實也最殘酷的答案浮現了出來。在一個恐龍沒有滅絕的平行地球上，人類這個具體的物種幾乎可以肯定永遠不會登場，不是晚1000萬年，不是晚1億年，而是根本不會出現。因為我們的祖先那些哺乳動物會被恐龙的天花板永遠地鎖死在小型化夜行性的生態位裡。沒有那場大滅絕，就沒有適應性輻射，沒有大型哺乳動物，沒有靈長類，自然也就沒有我們。我們這個物種的存在本身就是那場災難結出的果實，沒有災難就沒有果實。這個結論徹底顛覆了我們看待自己的方式。長久以來，我們講述人類起源的故事，總是充滿了一種昂揚的英雄主義色彩。我們說，我們的祖先如何戰勝惡劣的環境，如何擊敗強大的對手，如何憑借智慧一步一步登上食物鏈的頂端，仿佛這是一場必然的、注定要勝利的征程。可是恐龍的故事卻告訴我們，這個英雄主義的劇本可能從根本上就搞錯了。真相不是我們有多強，而是我們的運氣有多好。在我們站上舞台之前，命運先用一塊石頭清空了整個賽場，趕走了所有比我們強大的对手，然後才輕輕地把我們推了上去。我們不是這場演化大戲的主角，我們更像是在主角集體退場之後，才僥幸被命運選中的那個替補。那麼智慧呢？如果按照趋同演化那一派的觀點，智慧或許是演化的一個最優解，那麼即使沒有人類，這顆星球會不會也終將孕育出某種高等智慧？這就是恐龍人假說真正迷人的地方。也許在那個平行的地球上，主角不是我們，而是商齿龙的後代。也許再過幾千萬年，他們真的點亮了智慧的天賦，只不過他們不會長成羅素想象的那個綠皮人模樣，而是像那些批評者說的，變成一種聰明的、長着羽毛的、用喙和爪子思考的全新文明，在那個世界裡仰望星空，計算行星軌道，思考自己從哪裡來的，是一雙巨大的爬行動物的眼睛。而我們的祖先，那些小老鼠，依然在他們腳邊的陰影裡鑽來鑽去，永遠也不會知道，在另一條時間線上，本該屬於他們的那個輝煌的未來。讓我們再往那條時間線的深處多看一眼，在那個沒有被石頭擊中的地球上，6600萬年是一段足以讓滄海變成桑田的漫長岁月。大陸繼續漂移，海洋繼續開合，氣候一次又一次的冷暖交替，而恐龍會跟着這一切演化出我們今天根本無法想象的全新形態。也許會有適應極地嚴寒，渾身長滿厚厚羽毛的暴龍後代，也許會有重新走入海洋，取代了鯨魚位置的巨型犀角類。也許在某一片大陸的深處，商齒龍的子孫真的搭起了第一座以巢穴為中心的村落。而在這一切的腳下，我們的祖先，那些小小的哺乳動物，依舊在夜色裡奔忙，依舊在地洞和落葉之間求生，依舊把每一個白天都讓給頭頂上那個從未鬆動過的恐龍的世界。1.6億年的壓制會變成2億年、2.5億年，一直延續到太陽老去的那一天。在那條時間線上，黑暗沒有盡頭。可是這裡又有一個令人不安的反問，如果智慧真的那麼容易出現，如果它真的是演化的最優解，那麼為什麼恐龍擁有了長達1.6億年的時間，卻始終沒有跨過那道門檻？要知道，1.6億年足夠讓哺乳動物從一只小老鼠演化成今天的我們足足好幾遍。可恐龍用了比我們多出幾十倍的時間，連智慧的影子都没能摸到。這是不是恰恰說明，智慧的誕生根本不是什麼必然，而是需要一連串極其苛刻、極其罕見的巧合，才能勉強被點亮的奇蹟？也許古爾德是對的，也許當你重播生命的錄影帶，絕大多數的結局裡，這顆星球上根本就不會有任何一種生物學會思考，它只會一直是恐龍的天下，或者別的什麼動物的天下，安安靜靜的在這片宇宙的角落裡存在幾億年、幾十億年，直到太陽燃盡的那一天，都不曾有過一雙眼睛真正的看懂過頭頂的星空。這個想法其實還能延伸到一個更大的謎題上。多年來，
人們一直在追問，這片宇宙如此浩瀚，有着數不清的恆星和行星，可為什麼我們至今連一個外星文明的影子都沒有找到？這就是著名的費米悖論。而恐龍的故事或許給了我們一個令人沮喪的線索。如果說從一顆行星誕生生命到演化出能夠仰望星空的智慧，這中間需要的不是一两個巧合，而是像我们這樣一連串環環相扣、缺一不可、幸運到近乎奇蹟的偶然。那麼也許高等智慧在宇宙中本來就是極其極其稀有的，也許在無數的星球上，生命確實誕生了，卻永遠停留在了恐龍的階段，或者更原始的階段，從來不曾跨過那道通向文明的門檻。也許我們的孤獨恰恰反過來證明了我們的珍貴，而我們可能就是那盤錄影帶裡極其罕見的幸運到不可思議的那一次播放。一塊石頭恰好砸中了地球，恰好砸死了恐龍，恰好放過了我們的祖先，恰好讓那3件黑暗中的宝物派上了用場，恰好讓某一只爬上了樹，又恰好讓某一只從樹上走了下来。這一連串的恰好環環相扣，缺一不可，少了任何一環，此刻坐在這裡的就不會是我們。想到這裡，你會不会覺得後背升起一陣涼意？我們一直以為自己是萬物之靈，是演化的巔峰，是這顆星球理所當然的主人。可真相也許是，我們只是一場宇宙級災難的意外的侥幸的受益者。我們站在這裡，不是因為我們贏得了什麼，而僅僅是因為6600萬年前的那個下午，那塊石頭沒有砸中我們。而這個真相還藏着一個更讓人沉默的尾聲。今天，當我們回望那場讓恐龍滅絕的災難，我們慶幸自己是幸存者的後代。可是你有沒有想過，此時此刻，在這顆星球上，有沒有另一種生物正在經歷着當年恐龍所經歷的一切？科學家把我們正在親手制造的這場物種大規模消失稱為第6次生物大滅絕。而這一次不再是天上掉下來的石頭，這一次那顆撞向地球的小行星就是我們自己。當年是恐龍的滅絕為我們腾出了舞台，那麼今天當無數物種在我們手中消失，我們又在為誰腾出未来的舞台？這個對比細思極恐。當年的恐龍是被一場毫無預兆、無從反抗的天災從這顆星球上抹去的，他們直到最後一刻可能都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而我們不同，我們是唯一一個清清楚楚地知道自己正在做什麼，卻依然這樣做下去的物種。我们親眼看着一個又一個物種因為我們的活動而消失，我們甚至給這場滅絕起好了名字，編好了號。從這個角度看，我們既是那場古老災難最幸運的繼承者，又正在親手扮演新一場災難裡那塊從天而降的石頭。歷史會不會以一種我們最不願意看到的方式悄悄地重演？更值得深思的是，我們之所以能誕生，靠的是那場6600萬年前的偶然，而偶然從來都是一把双刃劍。同樣的偶然，既然能在某一個午後憑空把我們推上歷史的舞台，那麼是不是也意味着，在未來的某一個午後，另一塊石頭，另一場我們完全無法預料的巨變，也能把我們輕輕地從這盤錄影帶裡抹去？恐龍稱霸了 1.6 億年，最終也沒能逃過那一天。而我們作為一個物種，才剛剛登場了區區幾十萬年，我們憑什麼覺得自己就一定能例外？所以，如果恐龍沒有滅絕，人類要等到什麼時候才能登場？答案是，永遠不會。我們能夠登場，是用整個恐龍時代的終結換來的。我們是災難之子，是廢墟上開出的花，是一連串幸運骰子湊出來的奇蹟。這個答案既讓人感到無比的渺小，又讓人感到一種莫名的珍貴，因為它提醒我們，我們能夠睜開眼睛看一看這個世界，能夠思考自己從哪裡來，能夠在這裡聽完這樣一個關於石頭、恐龍和命運的故事。這件事本身發生的幾率低到了近乎於零，我們真的太幸運了。也正因為如此，這個唯一的僥幸得來的能夠思考的機會，這個唯一的地球，我們是不是應該更加小心地去珍惜呢？畢竟
在那盤宇宙的錄影帶上，沒有人能保證我們還會有第二次播放的機會。